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亨瑞，一个和你一起提升厨艺的频道。今天亨瑞带来的做法最简单，也最省事的泡菜蛋炒饭。亨瑞也在这道菜中加入一样秘密武器，让这份炒饭高级感瞬间爆表。对了，大家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亨瑞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亨瑞，并将影片多多分享给更多朋友哦。首先，好的泡菜炒饭离不开品质优良的泡菜。今天亨瑞就教大家如何挑选适合的泡菜。首先看一下成分表，泡菜中的成分绝对不能有醋，因为含醋的泡菜的酸味和香味远远比不上经由发酵制成的泡菜。含醋的泡菜，亨瑞个人觉得比较适合当小菜吃。接下来就是关键了，就是泡菜中没有其他的配料，像是青葱或者红萝卜。泡菜在腌制的时候加入这些配料，可以让泡菜的香味更加丰富。亨瑞今天选用的这款泡菜里面就有青葱，这就是泡菜品质非常优良的证明哦。将泡菜挤干，然后切碎。在这里，亨瑞会建议大家在切泡菜的时候，在泡菜和砧板中间垫个保鲜膜或是干净的塑胶袋，因为泡菜的味道很重，站在垫板上又不好洗干净，所以亨瑞才会建议大家垫个东西，才不会说垫板都是泡菜的味道。亨瑞这里用的是牛皮纸，也非常好取得，买麦当劳或是摩斯等速食的时候就会有了。接着把肉片切小块。和原版不一样的是，今天亨瑞用的是做蒜泥白肉用的五花肉片，因为亨瑞希望这道炒饭吃起来会有一点厚度，在全联很容易找到。下锅炒肉片，煎到色泽金黄的时候放泡菜，味道才会比较能吃进去。起锅前加入蒜碎，酱油2小匙，拌炒一下，酱油的量自己可以调整。接着起锅放到旁边备用就可以了。接着下锅煎蛋，不用翻面。和一般炒饭比起来，亨瑞觉得詹姆斯的做法可以更快速地把一份炒饭做好，尤其是生蛋黄吸收米饭的这个秘诀，可以把炒饭做得更干爽。蛋白几乎凝固后放入白饭，和一般的方法差不多，炒到米饭分开就可以了。虽然炒饭用隔夜饭才会粒粒分明，吃起来才会美味干爽，但亨瑞相信很多朋友不会随时都有隔夜饭，所以亨瑞想了一种替代方法推荐给大家。虽然效果差了一点，但还是能有类似的效果，就是煮饭的时候把水放少一点，并且把它放凉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也可以考虑便当店卖的白饭，一样放凉，因为便当店的白饭一般来说会偏干，所以也是一种不错的解决方法哦。接着下葱花，蒜碎炒香。刚刚炒好的肉和泡菜汁一起加下来，酱油、盐调味一下。亨瑞这里是加1大匙的酱油，盐和酱油的量大家可以自行调整。拌炒均匀后，撒上白胡椒粉、白芝麻，增加口感，让这道炒饭层次更加丰富。起锅前加入韩国芝麻油，增加香气和口感。油的量一定要注意，不然油量很容易超标。加上韩国芝麻油的味道比较重，要更加小心。最后，当然不能少了荷包蛋。再把炒饭尽量整理成橄榄球的形状后，放上葱花、泡菜。亨瑞摆盘的常客小番茄，摆盘非常百搭，推荐给各位。放上荷包蛋、海苔酥，装饰一下。到这里，一份致敬原版又超容易制作的亨瑞版奢华简易泡菜猪肉炒饭完成。对了，上次和大家承诺做的酪梨吐司也在这一集准备好了。这次亨瑞没有偷懒，也没有偷玩手游，紧紧盯着烤箱，所以这次烤出来的吐司非常完美。这次的9层塔炒番茄，亨瑞有调整一下，让做出来的成品更接近原版，也更加的美观。回到试吃环节，在吃这道奢华的泡菜炒饭之前，当然先把荷包蛋的蛋黄打开，让蛋黄融入炒饭里面，然后把荷包蛋随便切碎，和炒饭喜欢的配料一起享用。
亨瑞个人认为，奢华的泡菜炒饭就要这样吃，试试看，你会喜欢的。吐司的部分，没有意外的话，确实也没有出意外，口感和外观几乎和原版的一模一样。大家觉得这次亨瑞复刻詹姆斯的洛梨吐司有没有成功呢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讨论哦。谢谢大家！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欢迎帮亨瑞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亨瑞将协助你们激发对烹饪的灵感和信心。我们下回不见不散，拜拜。